同样的剧本，同样的 IP， 为何有的短剧火爆全网，有的却无人问津？是玄学的运气作祟，还是实力的降维打击？今天就让我带你们揭开爆款短剧的流量密码。大家好，我是短剧制片人 Maggie， 今天来到我的新系列一鱼多吃。本期我和我的搭档不吃鱼的猫将带你们逐帧对比分析同一个 IP、同一部小说改编，为何会拍出天差地别的效果。我们以番茄小说女则倒背如流，家产她又争又抢为例，目前这个 IP 已经被改编成4个不同版本的短剧。第一部剧叫做《真的没规矩》，第二部剧呢叫做《真千金》，它来自古代；第三部剧叫做《乡下真千金》，尽是老祖宗；最后一部呢叫做《乡下来了个真千金》。同样的一个 IP 改的剧本，应该是由不同的剧本团队去写，由不同的制作团队去拍。这个 IP 讲的就是在古代的一个大家族谢家的一个长女，就是比较手腕的这个人，一下子穿到了现代，到了这个南家之后，南家也是一个大宅子，它里边有一个被养了20多年的一个养女，我们女主穿到了一个刚刚被捡回来的这么一个真千金的身上的故事。所以故事的开头就是她作为一个真千金回到了她的南家，想要重新的融入很复杂的这么一个大家庭，在里面站稳，夺回属于她自己的家产。我们一共有4个版本，我们现在简称为玫瑰剧、来自古代、真千金和千金老祖。4部剧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古代礼仪对照这个现代的豪门的故事。4部剧下来，只有这个千金老祖是精准的抓住了规矩这一主题，通过剧本层面，包括他整个演员的仪态呀、镜头的表现贯穿始终。其他3部剧呢，像来自古代这部剧，整体制作、演员表演风格就是往轻喜剧去偏移了。玫瑰剧呢，它整个制作相对比较粗糙，礼仪的这一部分没有去浓墨重彩的去刻画整个 IP 的核心，它没有去刻画，它只是几个镜头交代了就结束了。真千金这块呢是有礼仪的这么展示，但是整体感觉从镜头语言上面还是差挺多的，所以整体由小鹿主演的千金老祖这个肯定是最好的。然后呢就是湖北景月拍这个真千金，我自己觉得还凑能看，其他2个就相对差一点。玫瑰剧应该是最差的一部，确实是最差的一部，那部剧绝了，所有的人说话的口音特别的重，口音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的观剧体验了，而且他的台词非常的不顺溜，我感觉每一个人好像都是在含着东西在讲话，你知道吗？还有一点就是他那个音乐出的比演员的台词的声音都要大，那应该是后期的问题，后期和导演的问题。对，我们说这个第一个玫瑰剧，它一开场就是这个女的古代现代这么切，剧本里这么切，然后呢他是用台词去说我是一个特别有手腕的人，我当时怎么样，就那么几个人会完了之后一个大背影，整个气势是上不来。当然拍摄的问题啊，第1集的卡点卡在爷爷说你为什么不说话，然后女主就说长辈们说话我不敢插嘴，这是第1集的卡点啊。第2部剧叫来自古代，这部剧开头就是女主在古代，所有人向她汇报这汇报那，就显得她好像很有这个权利，是某种就是家里的一个长女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开头还 OK， 然后穿越直接拍出来了，被贬一砸直接进入现代。她的第1集的卡点是卡在爷爷给她撑腰，觉得我这个亲闺女亲孙女儿是懂规矩的，毕竟是我们的血脉。她这个假千金开始作妖，第1集卡点是卡到这儿。乡下真千金的这部剧第1集，女主乌漆嘛黑的下着雪，打了一把伞从这豪车里出来，慢慢的走向一个远处陌生的大宅子，它整个氛围是有的，当然这是导演拍摄的手法啊，咱等会儿再说。最后的卡点是卡在这个假千金开始作妖，他就觉得我就喜欢对付这样蠢货，就卡在这里了。他跟这个真假千金之间的矛盾就卡在第1集，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卡点。你一个故事有很多讲法，但是你怎么把这个故事元素塞进去，把这个矛盾的卡点卡在这集结尾，我觉得这还是要看这个编剧的功底的。当下来了个真千金，第1集也是女主出场，开始说自己的身份多牛，怎么着，然后呢就踏入了这个男家，就开始介绍家里对他这个人态度。最后也是老头子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他就说我不敢插嘴，就卡在这儿，就是一个普通的卡点。我觉得像老祖的这个，它很多卡点的意义感觉已经不是特别大了，因为在短剧里边目前来讲啊，它其实是把那个氛围感给做到了极致，大家伙其实是沉浸在了它营造的那种很唯美的画面里边，可能关注卡点的人就会比较少。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看的话啊，我是这样感觉的，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不会特意的去注重卡点这个东西，相反剩下的那3部戏
在服化道这里就会直接给我劝退。真千金那个还稍微好一点点，但是那个配角很劝退我，所以我觉得老祖宗这个他可能追求的不是卡点的这个意义，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从制片人角度，从剧本层面，我觉得它整个会有一个明确的卡点。当然啊，我们剧本层面有卡点，可能拍摄了之后它的卡点会变，这是有可能的。它这个卡点一定是变了。对，但是剧本层面是能看出来怎么去把这几个情节点堆起来。这个剧本讨论完了之后呢，第二部分讨论就是选角和表演。第一个吧，真的没规矩。我是觉得啊，这整个女生挑的太素了。如果咱就说第一个镜头是她古代的装扮，我还能看下去。但是她第一个镜头是她那张大素脸，特别的素，让我不是很想看下去。你发现这女孩的长相吧，她不是不好看，她就是普通，就是一个非常素的一张白纸一样的脸。像古代那个浓妆，它可能还好一点，包括它整个这个装扮颜色特别艳的时候，还稍微有点那种感觉。但在现代这个阶段，我们这部戏主要是一个现代戏，它就太素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这个演员说话的时候，这个气口特别奇怪，他节奏是乱的。我可能说的话比较重，我觉得他不应该被选上啊。这个是你作为演员一个基本的东西嘛，你可能自己的台词基本功你要去锻炼一下。关键是我觉得他不只是气口有问题，他还吐字不是很清楚。对，整体这个基本功不行吧。下面一个是这个真千金，它来自古代。这个剧呢，我觉得选角层面呢，女主是漂亮的，但是它是一种很俗气的，不含任何人身攻击的这个形容词，俗气的一种漂亮。她有点网红脸，非贬义。她没有一种大家闺秀样子，她不是那种古代女孩的长相。我觉得这个女孩选角也不好。我觉得这个女孩她可能缺少一种气质吧，确切来讲应该是缺乏气场的感觉。但是这个剧本呢，它最重要的又是在讲这个女主的气场，她不是那种大家闺秀读过书的这种女孩，没有书卷气，没有书卷气，没有书卷气，咱们只是这么形容。下面一个是这个乡下真千金，竟是老祖宗，简称千金老祖。选角我觉得这女孩长得很有特点，确实是看起来像个小姐的样子，而且她长得很有特点。小鹿就不说了，小鹿就是比较像小王子一样，就很帅的这种脸。我觉得整体这两个选角还是不错，而且他们俩放在一起还挺搭的。这小鹿是个小脸，尖尖的，然后那个女孩又是一张小圆脸，像是那种富养出来的那种感觉，老娘就是京城最牛逼的人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劲儿。气质也是在的，是 OK 的，这个选角是可以的。还有一个乡下来了个真千金，我们现在叫她真千金，怎么说呢？那女孩选角还是可以的，就是女孩还是漂亮的。她如果说按照传统的漂亮的这种感觉，她要比千金老祖的这个女孩要，我感觉要漂亮一点。她就长得比较周正，但她没什么太大的特点，就是这女孩漂亮且没特点。前面一个女孩是小漂亮且有特点，就是这两个的区别。但选角是没太大问题，然后那个男生也还可以。男生也是挺帅的，这个戏的女二不好看，我记得选角还是选一个漂亮，但是看起来有点坏的那种作的那种女的，不要选角选的不好看，不好看就很难受，真的。我们先讲这个拍摄制作，第一部呢是没规矩，这里边最差的一个这个拍摄制作，怎么说呢？它开头还是有一点设计的，就是这个女孩从穿越之后走到现代大宅子里边这么一个过程，一边走一边交代我在古代什么身份。这女孩子一路走，大家都纷纷下跪，就想把这个气势做出来，而她的配台词呢也很有手腕这种感觉。但是呢，可能是剧组的制作预算的原因，也就拍出了几个宫女儿下跪的这么一场面，就竖屏几个女孩下跪就没了。如果你把场面再做更大一点，再花一点钱，或者是其实你钱花了呀，这么好几个宫女儿，这不也得花钱吗？那你要再做大一点，就是再想一点其他方式设定，它就能出来，但是它现在出不来。我看完以后的感觉是这样，它其实是想给大家伙拍出来这个女主曾经干到了母仪天下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女人是很有气场的。但是因为她拍的一个是她的场景太小了，一个就是她选的人太少了，她这种威压感她就没有出来。那还是其实是预算的问题嘛。而且她整出来一个宣旨的太监，我觉得他把钱花在了刀背上，你去把这些宫女太监你全都不要，你再稍微添一点点预算放到室外去，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圆顶加一个皇帝这种角色，他们两个沿着那个就是像类似于故宫的那种阶梯，你走上去给一个大远景，你都甚至不用太远，你就直接这么走上去拍着背影，然后两个人一起回头，然后那个太监你不要去宣旨太抠搜了，你就直接把它画成背景音，臣子啊什么的就跪在地上给他叩首，不要整宫女，当然整过来问你宫女跪下，那是一个意义嘛。我觉得就是服化道再稍微精致一点点，你看那个宫女，我去数了一下，估计也得6、7个人吧，再加上太监，你这样下来，其实钱花了，但是观众的体验没有上来。
那你就不就白花钱吗？你就一个场景把这个东西解决掉，我是凭借什么心机手段，我做到了皇后怎么样的，很有威压感，然后你再切回来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跟你探讨，因为我们这个故事看了很多遍了，我们第一个看的也不是这个故事，就是我现在很怀疑观众能不能听懂。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但也没关系，因为短剧看了看后面，你大概也知道什么故事。但其实一上来就是女主你长得不合我的心意，没有说对女主有什么人身攻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长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在那个造型不是我喜欢的，你在拍的小家子气，观众直接走人，他是不会给你制作方留出来时间去理解我的故事。我们那天不是说嘛，这个数据调研，观众看这个场景粗制滥造，直接就划走了，戏剧率达到了%多少来着？尤其是女频这一块，男频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女频其实非常注重你的服化道。我之前采访的这个 Holmes 邓导演，他就说，因为你整个竖屏呢16:9，对吧？是这样竖屏，那你整个女孩或者男孩脸就占了一个大部分80%、70%的画面，不是真人大头就是他的衣服，所以他的服化道非常重要，尤其是服装这一块，然后他的脸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后边做专业团队一定要注重的点。演员这一块太重要了，一定要好好选。玫瑰剧配角的那个衣服，感觉像是偷穿别人的衣服的感觉，没有一个合身的。你说就是因为没钱没时间去调衣服，老爷子一来咔一套，行了就这样吧，就是没钱。他怎么能够没钱到如此？你让演员带几件演员自己的衣服上来，你给演员补点钱，我感觉都没有这么粗制滥造，你知道吗？演员也不一定愿意把衣服给你，弄坏了什么的很麻烦的。女主她爸穿的那个衣服太邋遢了，你能想象这是一个暴发户吗？我以为是他爸和女主是一起从外面捡回来的，他还加了2个人，小叔叔和小婶婶，别的剧本上都没有。他把这个钱好好的拿出来做那个什么，不多好呀？有可能是其他剧本给把人砍了，他们没砍，也有可能。对啊，你聪明一点嘛，你该砍的你就砍掉嘛。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剧本的时候会把一些旁支的角色会合并，我这边改剧本会这么改。下面就讲这个真千金来自古代了。它的拍摄还算顺溜，剧本有点改得像轻喜剧一样，整个推进还可以，整体拍摄就那样吧，也没有拍得那么好，就是完成了一个内容的叙事，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第一吧，这女孩确实选角不是不好，不合适。第二呢，为了突出她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她一直穿那个红了吧唧的大棉袄，这真丑。关键是你到第3集了还穿着那大棉袄，我觉得这是不 OK 的。虽然我们的设定你是个乡下来的土一点的，就是这种设定，但是你不能真的把它弄得很土 OK。 他应该及时把那个红棉袄换下来，哪怕他加一句那个老爷说你这个什么穿的什么衣服，赶快去给我换一身再上来，哪怕加这么一个场戏，然后赶快把他这个土的这个东西拿下去，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说不是这个本子，换一个轻喜剧一点的本子，我觉得还好，还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它这个本子，它这个造型就已经不对了。这几个制作里边，第一好的就是千金老祖，然后第二个就是真千金。他们2个其实是可以说是一脉，只不过是真千金它镜头上面切的有点混乱，观众可能看着就没有那么舒服。那还是导演的功底的问题。我下面要重点讲的是这个乡下真千金竟是老祖宗这部剧，它的整个制作和镜头语言。首先它的整个镜头语言一开始就会通过它的音乐，包括它整个镜头的叠放，下着大雪从车上下来，整个这个感觉就是比较阴郁一点。他穿了一个素衣，撑一把伞从车里走下来，远远的看了一个大宅子，一个女孩就要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在这个地方立足，这个感觉它是拍出来的。而且我并不觉得它节奏慢，它整体的这个镜头啊各方面它的铺垫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它整个服化道也是挺好的。你去看那个真的玫瑰剧也是个素色衣服，但是它有那种土了吧唧那个土棉袄就不说了。你像这个乡下来了个真千金，虽然它整个钱是花了的，但是你去看第1集，东切一个镜头西切一个镜头，感觉就像你去拍那种网红的出街照，它没有拍出一个女孩独自一人，我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要到这个不知道未来的环境中，我要去杀出重围，我要在这里立足的这感觉，它根本就没拍出来。你没有觉得这个老祖宗慢，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沉浸在了刚才开头讲的那种氛围感里，让你忽略了它的这种慢。那个女孩出场的时候，它是有很多的那个慢镜头的，它营造那种氛围啊，这是个美女啊，我很期待她的正脸是什么，用一些慢放的动作，又是血液，那种氛围感很足，你就会知道这人一定是个美女，你就会很想知道这个美女长什么样。真千金里边
好像是切了7个镜头，还比老祖多一个镜头，但是他没有用慢镜头，相反他很快，就切得很碎，他也没有下雨。这个女主在打伞出来的那一刻，她手里边还拎着个包，她的搭配和她的镜头的切换就很破坏这种氛围感。对，只能说是导演能力的高下的问题。真千金的这个导演，包括整个剧组，他用了一套非常标准的短剧的流程来做这个剧，但是在老祖宗这个对比之下呢，它数据没有那么差，但是它不是爆剧。对，很标准的这种短剧的行活，包括那天咱们上课那个老师讲的那些东西啊，我觉得他能够保证说你这个东西能够拿出去制作，可能不亏这样。但你要是真的按照他的这个来，你赚不着钱，就赚不到那种爆款的那个钱。亏。乡下来的真千金这个剧整体还是比老祖宗这个还是稍微差了一点。老祖宗他的那个颜色搭配还好，但是你是觉得真千金老头有点奇怪是吧？你没有发现那个老头他是这么收着下巴，抬着眼睛，那个眼睛是往上盯着，有种狗碎的那种感觉，感觉他是那个拿不太上台面的那个人。对，你看这几部剧的选角放在一起，横向这样比对，好几个剧他们看起来都不像是一家子，感觉不像是名门望族出来的那种感觉。选角确实很重要，配角其实也很重要，它不像是进入了一个豪门大家庭，像不知道进了哪个贼窝，特别搞笑。观众体验的话，真的没规矩就是不好看，女生素看不下去。开头我是觉得有点乱，如果我不仔细看，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干嘛。再加上台词啊，这些全方位的烂，不止女主烂，这里边所有人的台词我听着都难受。真千金它来自古代，这个剧太土了，像了你看的那个数据一样，演员和腐化导致的我也得看不下去。乡下真千金竟是老祖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咱们是一致推荐。我还得补充一点，在这个演员表演层面上啊，老祖宗这部剧里边女主一开始不是看到仆人的时候，这仆人还瞧不起她，她心里是想，这个话她没说出来，她心里是想的，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规矩，大概有这么一句话。同样的，咱们好像是在乡下来了个真千金里边，这句话这个女主是说出来的。这种两种处理的方式，其实在心里默念，然后用眼神去震慑人，是更有大小姐的这个气场的。确实是个处理的小细节。下面我们简单的聊前3集，因为我们所有的剧，尤其是女频剧，基本上第1集看完，观众就要判断就是我看还是不看了。那我们这次做的尝试就是先分析一下前3集这个一鱼多吃剧每条鱼的前3集怎么样。我们会去抽取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一个关键的情节。首先情节点就是女主登场。然后呢，我们前3集还有一个重要的情节点，就是去见老爷子，因为老爷子其实是女主她进入大宅子里第一个不认可她的人，但是很快老爷子就认可了。那我们来看每一个他怎么表现呢？先说这个真的没规矩，这个剧组因为太穷了，整个服化道都有问题。这沙发这个道具呢，就跟这老爷子身高也不配，这老爷子整个人窝在那个地方。就是很奇怪，没有像那个大家长的这种感觉。真千金来自古代呢，老头其实选的也不好。老头说完话之后呢，所有人他整个的反应镜头也是切得很乱。老祖宗这一块一开始是这个老爷子先发问，就是显示出这整个大家族老爷子地位最高的，他就有一种压迫感。之后呢，这个女主她会有一些手势的细节，最后女主就说因为长辈在说话的时候我不能说话。再切到老爷子这个表情，一开始有点震惊，到后面呢觉得这个孙女儿是可以的，这个表情的变化也是放进去的，整个叙事是顺畅的。下面再说乡下来了一个真千金，这个呢这个表演细节就是从女主下来之后，她手上一直拎了一个手提包，尤其是她端茶的时候，她那个包都舍不得放下，就是很奇怪，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导演团队一定要用这个道具。我们再说这个真千金来自古代，女主在调戏的阶段，她的这个眼神啊动作有很多很细碎的无意识的一种动作，看起来很不端庄，很不像大家闺秀。整个剧本的核心就是规矩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跑调。然后第3个情节点呢，就是女主敬茶这一块，因为我们整部剧它是一个讲礼仪、讲规矩的这么一个故事，女主能够在这个时代立足，也是因为她懂规矩，她慢慢的得到家人的重视。那在前几集中，她是怎么去展现规矩的这个东西呢？千金老祖他是教科书级的，可以这么说，他给老爷子端茶，展示了之前展示的这些手势、礼仪神态、姿态。那这些动作，而且展示的非常细，手是怎么样摆的，茶是怎么端的，这个茶是怎么倒的，
把这个礼仪这块展现的是非常的细致吧，也通过这个东西才能支撑，就是老爷子为什么一开始看不上这女孩，这个整个态度的转变，他是通过这些细节的展现，包括前后的呼应去表现出来的。下面一个呢，这个乡下来了一个真千金，他确实展现了怎么去倒茶，但是呢，像我们说的，他就是一个活儿，他拍了，但是他展现的没有那么细致。包括这个鞠躬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处理，他只是把这个戏所谓的我拍出来了，交差了。对对对，我给你讲一个，我之前跟一个编剧聊天，他就写了一个男的好像去洗澡，他想这个镜头能拍这么一点这个胸肌啊，这个喉结的侧面，就是拍那种比较唯美的，就能够给女性幻想的这些镜头，给这个女孩他们俩之间的感情做一个铺垫。结果这直男导演你知道拍了啥？你猜？就这场他是一个洗澡戏。这男的他就拍了这个男的腿毛，然后水哗啦哗啦，然后好过了。讲他那个剧本的时候，气的在那拍桌子，气死我！他说我这场戏这么重要，他居然就拍了个腿毛。哪个女孩要看男的腿毛，最不想看的就是腿毛，对不对？对呀，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反正这场戏呢，你看男的洗澡好，我拍了，就拍了个腿毛，一个水哗啦哗啦好结束，他其他镜头一个也没拍。然后呢，我们再讲下一个，就是真的没规矩。因为他们在剧本里设定的这个人是皇后，穿到现代之后又是什么下跪，这个东西是逻辑上是不符合皇后的这么一个身份的，但咱这个逻辑就不谈了。敬茶的这个姿态表演比较生硬，那种端庄那种感觉没有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设定成一个皇后，为什么非要改成这个剧情。我也没理解，他可能是想展现女主比较有手段，能够斗倒一大堆的人，成为最上面的那个女人。他可能觉得皇后那个仪态最重要吧，但所有人都是要对皇后讲规矩的呀，他就完全理解偏了，做题做偏了。我们下面说这个真千金来自古代，他是怎么处理的？他就是做出了这种很不端庄、嘻嘻哈哈的老爷子，就突然喜欢他，有这种感觉。大概是这么一个处理。我们刚才讨论的前3集的一些横向的对比，然后根据 EM 报告2024年披露的数据，前3集器具的占比是72%，其中第1集占比51%。那么器具的几个因素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是制作粗糙，包含服化道，这个占比是58%，占比第2的是剧情逻辑的硬伤，这个占比49%。再下面一个就是主演演技差，占38%，这都是一些器具的原因。另外呢，就是哪些受欢迎呢？点赞超100万的爆款短剧中，89%在服化道上有记忆点的设计。如果咱们在经费不够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碰古装，因为确实古装比现代的成本要高一些。咱们为了整个剧情的效果，古装一定要烧一些经费，这样才不至于观众在服化道上觉得特别不好，然后这个剧就弃掉了。所以如果经费不够的话，就尽量再多去弄一点经费，或者是不要去碰古装，因为这部戏里边是有一些古装的情节，如果做得不好，确实会导致观众的一些流失率吧。从这个剧情的情节点来说，这个千金老祖这部剧在同类型这几部剧中其实是推进最慢的，但是它的情节点是满的，由于它的镜头处理、它的氛围使用和推进是比较合理和到位的，就导致我们观众看的时候整体观感非常的好。其实不需要这么的剧情哐哐往前推，女频剧还是要在适当地方做一些铺垫，比如说这部剧的重点在于女主的礼仪这一块，那像千金老祖这块就会铺垫的比较好，在有足够信息量情节点的情况下稍微慢一点。这个千金老祖这部剧能够在这么多的同一个 IP 的剧中能够脱颖而出，我觉得它就是把握住了这个原剧本的核心，把规矩落在了每个细节中。服化道的这个预算它其实并不比其他的制作有钱特别多，但是整体质感是可以的，它的品味是可以的，它也把钱花在了刀刃上，它剧本改编卡点是 OK 的，每一集的情节点也够，它的氛围和一些镜头去渲染它的规矩是怎么样的，到底这个女孩是多么懂规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整部剧在这几个剧中脱颖而出，就是方方面面的原因。而且它所有的打脸都是围绕着规矩这个核心，对，他没有说散掉。我觉得剧本的逻辑很好，编剧他抓的点很准。我感觉这个编剧应该是参与到了制作里，这我就不知道了。他第一个打脸的就是这帮人对他叽叽喳喳的嘲笑他，他一直都不吱声，就是你可能误以为这个人是不是个受气包啊？当那个老爷子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啊，长辈讲话我不能够吱声，也是规矩的一种。然后敬茶的时候，所有的礼仪也是他的一个规矩。后面的话，这是不在前3集剧情里边，在比较后面的剧情里边了。让下人收拾东西，他也是说我用你，那也是我的规矩。其实所有的打脸都是围绕着规矩这个核心。那个真千金她也是围绕，她没有把那个规
规矩展现的那么的淋漓尽致。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们还想看其他同 IP 不同命的短剧对比，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用最专业的视角带你们看透行业门道。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